所以刚刚就是你说的那个，原来音乐是要用来计算的，其实是要计算的。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每次都是会有一个我主观意识上的一个对音乐的感觉，就是那个感觉其实来自于我看到或者我想象到一个画面，我会第一反应想到的它的一系列的一个，比如说我说安静，那它就是慢。那慢的话呢，它会有温暖，那我就会想到大调。即使我自己觉得它是我的一个灵感，但实际上它是我吸收了大量的音乐之后，我脑子里有一个公式在里面，有点像代码。对，但只是我自己解释不出来这个代码是什么，因为解释不了，所以我就以为它是灵感，我以为它是一种感觉。但是直到今年，我慢慢发现，原来其实这个东西它不能叫感觉，它就是有点像代码一样。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我知道如何写出一首悲伤的歌，一首快乐的歌，一首激昂的歌，一首什么什么歌，它其实在我脑袋里面，我以为这是我的灵感，但实际上是我的代码组成的排列组合。所以我就发现，我以前觉得我好像，我好像是一个有灵感的一个创作者，或者说是音乐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后来我就发现我只是解释不了，所以我以为它感性。但是我硬要把它用理性来去解释的话，其实我能解释清楚啊，解释我的感性。对，这套理论我其实跟郑楠也交流过，我觉得我跟他想的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仔细的去深度剖析自己到底是怎么做音乐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这套逻辑是成立的，就是只是大家没有发现或者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么说完之后，就好像听起来这个人很不艺术家，你知道，但是很多人非要想要这个title，就是那你这样搞得我很不酷，我不艺术。其实不是，不存在艺术家这一句话，我也想明白了，这个世界不可能有艺术家。我觉得有，不可能，不可能，艺术家这个不存在，因为我得出来这个底层逻辑，艺术家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艺术家所传递的是艺术价值，他要实现的是一种价值和意义。所有的艺术家都在研究最终极就是哲学。他其实在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哲学概念，不管是画家也好，音乐家也好，然后反正各种行为艺术也好，他其实传递的是一个哲学概念。有些人是反映社会现象，但是社会现象它也是用一个哲学的一个相对和矛盾视角来去解释这个社会现象，或者是去讽刺什么什么或者怎么样，他总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嘛。但是哲学的终极在我眼里面它是无意义的，终极我觉得它就是虚无。那你传递的所有的价值与哲学的终极是相悖的，那就代表你根本就不是在传递艺术，艺术本就不存在，只是你硬要给它定义成艺术，或者你解释不了它是艺术，所以你解释不了的事情你把它称之为艺术，我觉得不是，所以我觉得艺术家不存在，这也是我今年所想的，这因为它成了一个悖论啊。如果哲学告诉你是无意义，那艺术就本就无意义，那艺术本就不应该存在。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刚刚没讲完，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艺术家他想传递的价值，用自己的主观或者用自己所吸收到的知识或者是哲学的理论和智慧，想传递的是智慧，那他的终极是要传递智慧嘛，但是智慧是无法传播的，知识是可以传播的嘛。就好比说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画，很多人可能看到这幅画只有可能产生共鸣才会喜欢这幅画。比如说我写了一首歌给你，你听了之后你喜欢这首歌是因为你产生了共鸣，你听懂了这首歌，你不是学习到了什么，而是你本身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有抑郁症的人，他听一首抑郁症的歌他会有共鸣，你要一个没有抑郁症的人，他听一个有抑郁症的歌，他其实是无法共鸣的，即使他能听懂。这就好像一句话经典名言，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做不到。所以也就意味着说艺术传递不了价值啊，它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没有意义啊，它只是希望说我想影响一批人，不可能，你能影响到的人是已经有这样想法的人，即使你不影响到，你不通过艺术作品，最终他也会成为那样的人，因为他已经是那样了。无非就是你的作品能放大他的这个，让他坚信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跟我同频的人，有这么多跟我同频的人鼓励了我，让我敢于去展现我的这一隐藏起来的这一面，他是这样的。但他其实不是我是一个健康的人，你是一个怪人，我非要让你一个怪人变健康，不可能。或者我是个怪人，你是个健康人，就不可能。我只是无非就是发现你那一面，让你发掘出你那一面。可是所有的艺术家其实想要做的其实是智慧的传播嘛，要不然他怎么能称之为艺术呢？
要不然他怎么会说，哎，我要讽刺什么，我要去给你讲一个什么道理什么的？所以他最终变不了，成为不了智慧的传播，它只是共鸣传播，然后给予人力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艺术是本不存在的，对吧？比如说我画了一幅画，我画了一幅所有的人就是在一个富丽堂皇的一个宫殿里面，一群人吃着晚餐，对，像那种感觉啊。好，那什么人会觉得这幅画有价值？可能是很有钱的人，他会花无数的钱去买这幅画，摆在自己家里面最亮眼的地方。他买了干嘛呢？因为他有共鸣。他来的朋友，每一个朋友来他家看这幅画，我买的，是不是？哇，朋友来了说，哇，这不就是你平时的生活吗？他要的就是这一刻，他要买这幅画，他要的就是这一刻的享受啊，要听的就是这句话。如果你画一个很普通的人在那里种地，我相信这个有钱的人他不会买的，对不对？他不会买，因为他感受不到真正的人在工作的样子，他感受不到，他没有共鸣，他就不会买这幅画。这幅画卖多少钱，他可能卖得很便宜，他也不会买，除非他非要硬要买这幅画，他就是想表在家里面说，看我多么关心我社会民生。对，他是想体现这种人是复杂的，所以艺术只能得到共鸣价值，而没有所谓的智慧价值，对不对？必然理解，如果听懂的话，喜欢这首歌的人他必然理解，因为他必然会产生共鸣才会喜欢。因为很多人会说啊，这个歌是什么东西啊，听不懂，就是这样的。他听不懂，其实他不是这样的人。我无论如何跟他怎么讲，他都不会懂，哪怕他听懂了，他也不会这么做。就道理我懂，我做不到，就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我觉得所有的创作都会被误解，因为你无法跟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共鸣，除非你做这件事情它就是个纯价值，比如说金钱，它就是你实打实的，它就是价值。只有这样的东西能实现所有人共鸣。你如果是一个所谓给予情绪价值的东西，人类只有一样东西嘛，就是温饱。你只要能实现一个人的温饱的时候，它就是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你钱多的话，你就会选择温饱，那它就变成了情绪价值。什么叫情绪价值？就是说，当你能选择各种吃的时候，食物的时候，火锅、烧烤什么的这些一系列东西，然后你去做选择的时候，那你能做选择那一刻，它其实就是情绪价值，它并不是实用价值。所以说，情绪价值的东西全部都会有你刚刚说的那个词叫做被误解。对，情绪价值必然被误解，它就是一个抽象的虚无概念。有过几年前，感觉你现在也我在不断的去用逻辑自洽人类的底层逻辑，对，包括我自己的底层逻辑。感觉你每天都有一个高我在向下看，有第三视角看你。会用第三视角来看，也看自己，自己也观察自己，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的逻辑自洽，然后解决所有的不矛，让它不矛盾。还有必要聊晨光吗？还聊晨光吗？热点逻辑应该是从虚幻与现实来讲吧？对，是。咋聊回来？聊不回来了。好，就这么，那我们就这么结束，我觉得挺好的。好的。聊回晨光是吧？晨光是一个很美的。之所以写这首歌，是因为它是我跟歌迷所有之间的一个故事，所以也就意味着，就是我知道写完之后大家都会有共鸣，因为这是我们一起经历的。对，但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它其实有点，对火星来说是比较私密的。对。好，拜拜，老师，下期再聊。好，拜拜。刚刚讲到说之前小时候有一个采访就特别好笑，有个记者问他说，如果遇到同行攻击你怎么办？他说同行攻击谁呀？现在如果你遇到同行攻击，无所谓，真诚是永远的必杀。